如果每个礼拜多吃1份，糖尿病的风险会下降3%，这2份则可以下降8%，3份则是下降12%，4份下降15%。得到糖尿病后什么都不敢吃吗？今天的高医师说就要跟你分享5种水果是糖尿病的好朋友。第一种是酪梨，酪梨又称作牛油果2梨，那有些人把它做成酪梨牛奶或是酪梨寿司。酪梨寿司我是不太敢吃的。那其实酪梨它是一个高热量的食物，每100克就有160大卡，所以如果你吃太多酪梨，你真的会变胖。那为什么还推荐给大家呢？因为酪梨它主要都是富含一些好的脂肪，它每100克当中就大约有14.7克的脂肪，而碳水化合物呢大约只有8.5克，而蛋白质是2克左右。一个男性一天要摄取的热量大概是2500大卡，女性则是2000大卡。所以我们如果吃一个体积偏大的酪梨，譬如说台湾的酪梨大概是400克，不小心你就会吃了640大卡，你今天可以吃的东西真的就所剩无几。所以建议大家一天酪梨吃多少？大概吃200克左右，大概不要吃超过半克。那1994年糖尿病照护杂志他们就去研究说，如果你平常都喜欢吃碳水化合物，再加上吃一点酪梨或橄榄油，那到底对你的血糖啊、血脂有没有什么影响？那这个研究呢，就做了大概1个月的时间，发现说，这2组其实胆固醇都有轻微的下降，但是吃酪梨跟橄榄油的这一组，发现说他们的三酸甘油酯下降了20%，那只有吃高碳水化合物啊、饭啊等等的，它只有下降7%，血糖2个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。所以我们吃这种单元不饱和脂肪酸，用这样的一个食物来取代某一些碳水化合物，对血脂是有帮助的，而且不会影响到血糖。我们现在的人常常追求一个腰臀比，爱怎样腰足内泡卡称顶扣扣。那吃酪梨有没有什么帮助？那这个研究很有趣，如果这个家庭每个礼拜有吃超过14颗以上的酪梨，发现说他们家的青少年在6个月以后，他的腰臀比会显著的降低。那酪梨整体它是一个富含纤维的水果，所以它可以增加饱足感啊，而且它这些脂肪是属于比较优质的脂肪。那酪梨到底能不能减重呢？2022年就研究657个人，发现说，哇，他们体重都没有下降，但是其实血脂是可以下降。大家记得了吃酪梨不要想说你可以减肥，但是对你的血脂应该是有帮助。那第2个要介绍的是芭乐。那这个研究它找31个受试者，让其中一部分人呢是吃这个葡萄糖水，那另外一部分人他们是用这个2氧化碳的超临界的萃取方式来萃取芭乐汁。那研究做出来就发现说，有吃芭乐的这组他们的血糖就可以像绿色的这条线，它是比较漂亮，在比较下面。有吃芭乐的这组他们的胰岛素分泌也有所下降，代表说它血糖可能没有波动这么大，但是这没有到达统计学上的差异。那大家要记得这是一个透过特殊萃取的方式，所以你如果去饭店跟人家大啦喝很多芭乐汁，这个血糖可能还是会波动比较高。但是为什么还要推荐芭乐给大家？因为跟酪梨比起来，芭乐这个东西它相对的热量又没有那么高。100克的芭乐它大概只有多少？只有38大卡。那我们白饭如果100克就多少？183大卡，所以差3-4倍以上。所以如果你想吃东西，然后又担心很快就饿了，芭乐真的是一个好选择。而且芭乐怎么样？它是维他命 C 之王啊！你想的那什么橘子啊、柳丁啊，都排不上前10名。水果的维他命 C 前10名，第1名就是红心芭乐，第2名还是芭乐珍珠芭乐，第3名依然是芭乐牛奶芭乐，第4名就是我们一般的这种白肉芭乐。那后面才是一些释迦、龙眼啊、台湾土枣、奇异果等等。我们吃100克的芭乐，大概就是我们一般这种芭乐是400克，大概是1/4，它的维他命 C 含量就是已经是超过我们国人要摄取的100毫克。那维他命 C 有什么好处？大家一定都知道，养颜美容啊，让这个皮肤变得 Q 弹，它可以预防黄斑部病变以及白内障，所以糖尿病患者也容易有这些眼睛的毛病，就赶快去吃芭乐吧。那接下来要跟大家谈水果到底要怎么吃。其实大家不用害怕吃水果，我们主要是要摄取那个量。
你一天吃200克的水梨、95克的香蕉，或是180克的芭乐，其实都相当于是1份糖，也就是15公克的碳水化合物。大家记得先加入高医师的 LINE， 才不会错过我们更多健康相关的节目。芭乐要什么时候吃呢？我们如果餐前吃有几个好处，第一个是它有纤维，所以等一下你可能不会吃太多。你如果等一下还要吃太多，你餐前还是不要吃水果，比较保险。我们吃些水果，空腹吃的时候，其实它也会吸收很多的糖分，因此你也有可能血糖比较容易飙高。那我们如果餐后吃，它可以促进消化，尤其如果在2餐之间有点饿，当点小点心刚刚好。但这也要跟你使用的糖尿病的药物有关。如果你使用的是速效的，可能只有作用30分钟到60分钟，你餐后3小时才来吃水果，那你下一餐的血糖一定会爆表。所以大家记得也要稍微监测一下。那接下来要谈谈橘子跟柳丁汁，到底我们能不能喝柳丁汁？这个研究它是找40到60岁过重，而且它已经有胰岛素阻抗，它这个胰岛素阻抗的指数是大于2.7，我们正常最好是小于1.4，那如果大于2就是有严重的胰岛素阻抗。给他们连续喝15天的柳橙汁，一次喝400cc。那结果就发现说，他们在血压、体重、舒张压、三酸甘油脂的水平都有明显的改善。那你会很好奇说，糖尿病到底能不能喝果汁？我们的建议是不要喝啦。那我建议说，如果你真的觉得你这个水果没有很甜，那你要喝的话，最好是要连那些纤维都吃下去，然后要监测你的血糖，因为短时间如果喝很多，其实血糖还是有可能波动。但是如果你要吃橘子柳丁，那我觉得这样就很 OK， 因为橘子柳丁本身也有一些降血压的效果，膳食纤维让我们不要太饿，而且它可以缓解便秘。跟前面相比，吃太多芭乐就有可能让你便秘。1天1苹果，医生远离我；1天1苹果，糖尿病也会远离你。那这个研究回顾22万多个参与者，发现说，如果他们有吃苹果跟梨子，竟然是可以去下降糖尿病的风险，下降到将近18%。如果每个礼拜多吃1份，糖尿病的风险会下降3%，这2份则可以下降8%， 3份则是下降12%， 4份下降15%，如果吃5份，可以下降19%。为什么可以这样呢？像苹果它多酚就有很多抗氧化的成分，每1公克的苹果，它其实抗氧化的程度就相当于1.5克的维他命 C。那苹果跟梨子它有抗炎的效果，它可以减少身体的这个 PGE2 发炎的因子。除此之外，它可以降低胰岛素分泌过多，因此可以稳定身体的血糖。最后一个要跟你分享的，你一定有听过，但可能忘记了，叫做诺丽果。诺丽果是一个在东南亚很流行的一个植物。那这个研究呢，它是找20个糖尿病控制的不好，他们已经有吃药，可是遇到一些瓶颈，就让他们来喝诺丽果。那要喝多少呢？每公斤体重要喝2cc， 所以如果你是60公斤，就喝多少？120cc， 所以其实也不是很多。那在这个实验的前中后，就来抽一点血，看他的血糖以及身体各式各样发炎反应的表现。结果发现说，其实在8周以内，这20名糖尿病患者，他们的平均血糖是有下降的。除此之外呢，如果我们看这张图表，就会发现说，治疗上遇到瓶颈的患者，在吃了诺丽果汁之后，他的血糖从178下降到126，那糖化血色素呢，则是从7.2下降到6.3，哇，这真的是下降很多啦。那平均起来，他们的糖化血色素真的都有下降，而且这个研究他发现是说，如果你本来血糖就比较平稳，你吃诺丽果，其实血糖也不会下降太多，倒是血糖比较高的会下降比较多。这个研究就发现说，有喝诺丽果汁，他身体的这个发炎反应其实也会下降。那一样是在你身体这个 CRP 发炎的因子比较高的这个患者，它是比较明显的。那另外就是他身体的 C 生态水平也会下降。这 C 生态水平是什么？就是身体在产生胰岛素过程中的一个副产物。所以你今天如果是用打的 C peptide C 生态并不会升高。那他发现说，有吃诺丽果的这些病人，他们的 C peptide 也会上升。所以这个研究是很不错的。所以大家如果找得到诺丽果，也可以来尝试看看。不知道今天讲这些水果，你平常最喜欢吃哪一个？欢迎在底下留言，并告诉我们更多你的抗糖小秘诀。喜乐的心乃是良药，每周六晚上7点，高医师说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